雍州境内圣教弟子比较多，你看此情形，有何想法？祖师辅佐延康国师办学，而圣教弟子却无就学之处。祖师想起了天下，却忘了圣教。祖师应该在教中建小学、大学、太学，方能让我教弟子不落后于时代。这是教主做的事情，不是祖师做的事情。前教主为何不做？他沉迷女色，被教主夫人迷住，眼里哪还有天下人？不如这样，从我教中选拔出类拔萃的弟子，让他们去参加太学院大考，让太学院帮我教栽培弟子。恨你没有早出世40年。左右护法人到齐了吗？还有教主夫人和圣女未到。4大真教天王中，前天王至今未归。这么明目张胆吗？难道天圣教总坛便设在雍州？360堂，展旗！少教主，这里就是我天圣教的圣地——圣灵山。木儿和祖师到了吗？悠悠，庄重一些。谁让你现出真容的？是你养大的孩子要成为教主，你想把他的登基大典变得一团糟吗？这才对嘛！走吧。哼，婆婆。圣女司云香，见过少教主。圣女，还是这一代的圣女乖巧，上一代圣女就是个妖孽。老娘还在这里！婆婆，臭老头，你想怎样？哼，木儿，香丫头是我私家的，祖师遇到她之后，便亲自教了几年。难怪我一直觉得她与婆婆有些相似。前天王还未到？还没有。查，善待前天王的后人。国师，雍州异动，天魔教高层云集，长州府凭空消失了。知道了。魔道第一大派，不得不防。你若知道天魔教祖师是谁，便不会慌张了。天魔教祖师？他本是太学院大祭酒。天魔教祖师藏这么久，该不会是……你想太多了。当年我云游四方，学习各派所长，却见天下宗派各自为政，敝帚自珍，限制天下神通道法进步。因此，我登门拜访，期望能打破各派壁垒。我遇到的第一人，便是天魔教祖师。他是第一个抛开宗派门户之见，全心全意教导我，给我指出一条明路的人。他还亲自举荐我去见道主，道主因他的信对我另眼相待，许我参阅道剑14篇。也是他让我去大雷音宗
得到如来传经。他虽从未吐露过身份，但瞒不过我，也没刻意瞒我。我请他出山掌管太学院，不是因为他的本事，也不是因为他是天魔教的祖师，而是因为他有这种胸怀。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大胸怀、这么纯粹的人。能掌管太学院的，唯他而已。他是我的老师，更是我的道友。若是同道，为何又辞官离去？应该是为了天魔教下一代教主。我会亲自去见这位新教主。顺昌逆王。为岁之旗，为臣之良，天地交泰，万福踏来。天圣教弟子恭迎少教主登基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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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祖师，我们天圣教教主继任，为何叫做登基？登基不是皇帝用的吗？我天圣教最辉煌时，下辖6国，6国皇帝都是武教臣民，圣教主与皇帝一样用登基2字，还真是看得起皇帝了。时过境迁，而今国家才是最大的宗派。一个宗派很难让所有人成为宗派的弟子，但一个国家却能让境内所有人成为这个国家的子民。天魔教此番在雍州云集，怕是要立新教主。他们乱了40余年，这位新教主的出现，绝非苍生之福，当除之。遵法旨。延康国师以天魔教教义为宗旨，延康国乃莫大的天魔教，道门当如何？延康国师的能力撑不起他的野心。世上有比他更出众的天才，比延康国更宏大的帝国，但终归成了黄土，成了大虚。这世界比他想象的复杂，待他碰得粉身碎骨，自会明白。圣灵山如今虽在天外运行，但它原本是在人间。当年开山教主魏随风来到这里，建议樵夫砍柴，砍的正是这棵松柏。松柏每吃一斧，便长出一块，恢复如初。开山教主知道遇见了圣人，于是向他请教，樵夫便坐在这石上开始传道，一讲就是数十年。此后，开山教主将圣人之言整理成册，写出《大御天魔经》，传与世人。秦牧，你愿意继承开山教主的德与言，礼与知吗？弟子愿意。那么教便是你的，你要将它担下。弟子担着。
这是圣人石，亦是圣人座。樵夫圣人与开山教主没有血缘关系，利益纠葛，仅是遇人求道，他便为人师。圣教传承2万年，你坐到圣人石上，就是圣教主，要负起圣师授业护教之责，更要担起天圣教的未来。弟子参见圣教主。刚得到消息，雍州府尹是天魔教御林长老，雍州已是天魔教的铁桶江山。祭拜产子的司云香也现身雍州，他应该是天魔教弟子。此次教众聚集，或与新教主有关。天魔教40余年未有教主，教众内讧，无暇涉足延康变法。而今太学院用天魔教的人来胜过我大雷音宗产子，若这是新教主的授意，此事不能善了。遵法旨。还有一事，马师弟从大虚出来了。一切因果皆有定数，你去查天魔教新教主，这桩孽果我会亲自了断。厉天行，新教主已登基，你还不现身将我教功法相传，难道是要带到棺材吗？弟子遵法旨。原来婆婆的心魔就是厉教主。过路人，你在这边看了这么久，看到了什么？求圣人教我。过路人，你的家人已变成坟中枯骨。你在这看了100年，看到了什么没有？人妖鬼灵皆有所需。若负造化之心而孝之所循，是恒物之大情也。原来大禹天魔经的大一统功法隐藏在圣人讲道中，我多少全凭造化。祖师，授业灌顶已完成，我要去找破除心魔的机会，只有除掉它，我才能全心求道，再进一步。谁炼化谁还不一定呢。祖师，等木儿醒了，告诉他，回村过年。走了。
开山教主得到无尽感悟，犹不满足，于是问樵夫：“敢问圣人，我要如何才能成圣？”你需立德、立功、立言，如此方能死而不朽，成为圣人。怎么才能做到不朽呢？你需要先做到三明：明理、明知、明教，如此才能成为万人之圣师。圣旨到！顾里暖秉性端方，博通经史，特封为太学院大祭酒总领院士。望卿广遇贤才，勿负朕望。臣必定肝脑涂地，死而后已。太学院传来消息，新任大祭酒是顾里暖。顾里暖的才学品德还远不够格，但这件事我不能多话。我的势力太大，陛下担心也是应当，否则我便要心中不安了。你去将天魔教新教主的事呈给陛下，至于天魔教祖师的来历，就不必多说了。你成为圣教主后，准备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？组建第361堂，学堂。我知道你喜欢拆东西，世子居可以拆，但咱们圣灵山，你万万不能拆。我也不经常拆。我明白，你来太学院不到8天，也就拆了2、3次，便到塞外拆去了。这里一堂一殿都是古迹，刻了许多功法，弟子都能学。敝帚不必自珍，学会才是本事。圣教主，留步。此一别，既是永久，送得再远，也需要分别。祖师，这些宝贝是我从黄金宫顺来的，应该能换些盘缠。我还备了些补药，药瓶都按节气分好了，春分吃白的，霜降吃青的。这桶是我刚钓上来的九龙芥，鲜着呢。还有我学着编的平安结，几件厚袍子、鞋子。祖师，百年教诲，毕生福气，恭送祖师。村长，你最近2天是不是都这么瘫着？黑暗来袭也没回房睡觉。要是你的心乱了，以往你每晚都会送我回屋，可昨晚突然忘了。那你不会自己走回去，飞回去？你也知道，我没有腿，也没有手。你有通天彻地之能，黑暗都弄不死你。你居然跟我卖惨！是我这2天懒得动，我的错。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道友，你一身轻松了。
得到樵夫圣人石上传经之后，圣教主需参悟出自己的大一统功法，以统一大御天魔经中一切道法深度。圣灵山远离世俗嘈杂，正适合你参悟。圣教主得诸位栽培，聪颖卓绝，天生霸体。我见识浅，不知世间还有霸体，前来讨教。我们把天魔教祖师也糊弄了。失态了。所谓霸体，事出有因。参悟大一统功法，岂是一朝一夕能成之事？祖师恐怕是想让圣教主尽快学会我圣教的另一门绝学。你是说传送法门？学此功法需要极高的术数造诣，圣教主年纪轻轻，恐怕有些棘手啊。他练成了一件传送之宝，难道霸体学得比别人快？啊！第6代圣教主的凤灵阁啊！小祖宗，别拆了！圣教主，传送法门很是凶险，对元气消耗极大。以你现在的修为，至多只能传送3、4次，每次最多200丈。倘若中途耗尽元气，卡在墙里树里就不妙了。当心！传送要先确定方位，不然传送到萧雷禁地，便会死无葬身之地。我明白了，先确定一个个传送方位，然后将方位串起来，便可以精准传送。圣教主天生霸体，这么快就将传送法门练到这种程度，只怕祖师也没想到。没想到最强大的霸体，竟然是普通人。但他自己对霸体深信不疑，把其他人才、大才、天才打得屁滚尿流。那他练的霸体3丹功，总该有独特之处吧？霸体3丹功，就是旧时代最普通的强身健体的导引功。如果只有大虚灾变前的普通人可以修炼霸体3丹功，那圣教主为何能激发凡体？难道他是灾变前的？木耳究竟出身何处？无忧乡。敢问这无忧乡在何处？道友若有兴趣，今晚我们可以出村去永江源头的黑暗中找一找。这圣树摘不得！大一统功法，他悟出来了。几位天王何时来的？率性所行，纯任自然，变位之道。
圣教主忘我入道，令人惊叹。陆天王过奖。公主，爸爸。这是前代圣女放养的雉鸡，婆婆养的。药王殿中的那株9叶大灵芝，不知被谁啃了大半，不然还能给圣教主补补。我突然想起来，我这个太学博士还没上过几堂课，我打算今天便离开。于情于理，我们都要留圣教主，但学业要紧。我们还是不挽留了。学业要紧，学业要紧，一定要常回来看看。一定，一定。这一代的圣教主了不起呀！传送法门靠术数，大一统功法靠悟性。短短10几天他都能练成，这等才华悟性，天下少有。但天下少有，如何与延康国师这种500年一遇的圣人相比？未必，这只是我们看到的，也许他还悟出了别的。我都有点迫不及待的想看到他带领我圣教走向新的辉煌了。我教圣地运行到挂州上空了。挂州近日有延康皇亲叛乱。圣教主！从哪儿冒出来一个小子？诸位别紧张，我只是想搭船去京城。从挂州去京城，100大封币，这么贵？这么公道的价钱从哪儿找？哎呀，光景不好，天天打仗，沿途都不太平。我们干这种将脑袋拴在裤腰带上的活啊，总得多收些卖命钱。这群人哪像正经船家，根本就是肥皂！哼！哎呦，客官请上座。舒服吗？启禀阁下，家父夜探国师府后，挂州的三七宝、林州的离秦宫、平州的盖门都反了。听说严封帝气的，把出身于三七宝的车贵妃打入了冷宫。传信各派起兵南疆。国师放任叛乱这么久，还不打算收网吗？是三七宝的重军。
惯线转向，加大火力，全速航行。好剑啊！我叫范云霄，小哥是于渊家的。我叫秦牧，来自太学院。都说三奇宝有三奇，一宠二要三美女，果然不错，难怪出了个贵妃。道门弃徒范云霄，你不是跑去搜火匪了吗？何时从良啊？呸！什么叫从良？哼，你这追云道传现在都改成了追云客传，还不是从良？我是太平盛世做匪盗，抢劫钱财；乱世时做船老大，来钱比抢劫快。将军，行个方便。朝廷通缉了我这么多年，也抓不住我，难道将军想试试？哼，我们走。师傅，那艘船上藏了不少假扮成商贾的官员，就这么放过他们？南疆之行不可延误，至于他们，自有虫儿去解决。公子，他果然是匪盗头子。我从良了，真的从良了。放心。我一定会把你们送到京城。你坐我的船，我本应尽心保护你。如今你遭了劫，这钱我不能收。大王，大路被虫子啃炸了。都说了不要叫我带路，我从良了。死女人偷偷下狠手。快来帮忙！只能弃船了。还能修？啊？大王不好了！该死的虫少又回来了！去帮他！秦老弟，法力只够支撑一炷香，足够了。
修好的丹炉，火力比原先还猛啊！秦老弟，你跟谁学的打铁？这船速，以后去抢劫，谁还能抓得住啊？我记得你已经从良了。火匪范云霄，我从良了，是良民。那个，这是小号的商号纹路啊，那追云客船。慢些。哎，秦老弟，你不做匪盗屈才了，不如跟着我。范兄，你在道门是心术不正的弃徒，但我在太学院可是有口皆碑的好人。对了，听说道门有本讲解宏观术数的《太玄算经》，范兄可曾见过？哎，我离开道门时正好偷了一卷，你要是想学，就送你了。哎，这卷算经是用来给弟子开智慧的，学得好才能去学道剑，学成第14篇便能天下无敌，成神作祖。用算经筛选天才，再让天才修习道剑，太学院的天才变革迫在眉睫啊！唉，还是京城好啊！等天下都太平了，弟兄们就能重操旧业，做回劫匪了。秦老弟要是改变主意，随时来找我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你瞅啥？你瘦成这样，怎么不去找点吃的？这里每天有人送来吃的喝的，我为何要走？我舒服着呢。你的追求便是吃喝？哼，无力焉知麒麟之志？哼！公子，这龙麒麟蹲傻了，怎么别理他？我家老爷辞官，带着一个老头子跑了，不要我了。我没地方去，只好留在这里看门，每天还要被一头牛欺负，这日子没法过了。你是祖师的坐骑，咱们是同门，我是圣教的教主。别乱说，太学院哪来什么祖师教主？你叫我麻烦，我还没有找你算账呢。哼！谁让你蛊惑我去打那头牛的？要不我让那头牛过来，你揍他一顿。你还想再麻烦我？公子，你跟着我做什么？你麻烦了我，须得管我吃喝。你刚才不是说每天有人给你送吃送喝吗？老爷离开后就没人管我了，我1个多月没有吃过东西了，大家都以为我是块石头，我也拉不下脸讨吃的。那头牛还仗着有霸山祭酒撑腰欺负我，说我欺骗他的感情。好了好了，我管你吃喝，我有钱。你吃什么？
我每天只喝玉龙湖的水，只吃1斗赤火灵丹。公子，他会把我们那点家底吃空的。我可以喝着，只吃半斗。哼，要不1升也行，1升，不能少了。我自己就能炼丹，可以省些钱，吃的少不了你的。不过，我不能白养你。你麻烦了我，而且咱们是同门，你是教主，我是你家祖师的坐骑，你有责任养我。你须得每日给我一些宝咸，否则我养不起你。宝咸就是你的口水。啊，那就好。对了，你刚才说让那头牛过来给我揍一顿，不要得寸进尺，否则每日只给你吃半斗。个头这么大，难怪这么能吃。以后就叫你龙大好了。拍牛二拳头。公子，灵儿姐，我还有些饿。我带你去炼药。今后但凡有事情，公子只管说一说，我很能打的。哼，连头牛都不敢打，你还敢说自己能打？真要啊！太神了！我们来实验一下。诸位老师，这瓶龙麒麟的宝咸值多少钱？这可比抢劫来得快。闪开！都闪开！那头大狮子是活的。公子，这些不开眼的已经让出一条路了。公子请。太张扬了，太张扬了，以后不许这样。诸位师兄师姐，得罪了。放牛的！七公主历练回来，怎么变得和世子君那魔头一样，还放话要横扫皇子院？放牛的，你这些日子去哪里了？我和巴山老师都很担心你。多日不见，你的本事越发厉害了。你要小心，新任大祭酒是顾里暖，他还向凌云道人打听过你。秦博士最好将少宝剑还给顾里暖，他向来小肚鸡肠，我可以做东，让你与他会一面，化解恩怨，不然难保他不会给你小鞋穿。按照我们大虚的规矩，凭本事到手的东西是不必还的。况且我听顾里暖说他是太子的老师，二皇子觉得他会给你面子，不担心他给你穿小鞋吗？我最近便要上书父皇，前往边疆带兵。七妹，朝堂内外暗流涌动，你不如随我去边关。我若是待不下去，肯定去找你。不过我现在还想随霸山祭酒修行呢。二皇子放心，有我在。这才是我最担心的。学生见过顾大祭酒，你骗走我的少宝剑，可知也有落在我手上的这天。拿剑来！我是皇帝钦点的太学博士，太后的救命恩人。
你动我，皇帝杀你的头！一个神桥境的对一个武药境的动手，好不要脸！无需皇帝杀你全家，我先杀你全家！霸山祭酒想为这小子出头？老姑，200年不见，你的魑魅勾魂法已经过时了，要不要我指点指点你？指点我，换天道来还差不多。虚弃民，你当真要与我为敌？他是我的师弟。国师，没想到天圣教的圣教主是我太学院的第1个太学博士，真是一件趣事。国师此来，不会只是为了说趣事的吧？你见到我，好像并不觉得奇怪。天圣教有教无类，教中各种势力都有。国师能在高层中安插几人，也是理所当然。那你为何没有丝毫惊慌？不怕我是来杀你的？国师若要杀我，惊慌也是无用。不杀我，天圣教不反；杀我，天圣教必反。